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首先看一下昨晚美股的表现啊。那美股我们很早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平行式的涨跌的概念。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下跌过程当中，从9月20号这周开始了一个快速下跌，形成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开启了反弹。反弹之后与之平行的下跌过程，我们在这里看到跌到32327点之后啊，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做对称性的日线级别反弹。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两段的平行结构下跌，两段的平行结构上涨，上涨完成之后，我们看到34000点这个位置上是存在非常重的压力的。这个压力呢，就是由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那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昨天受阻于34000点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下跌。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们判断道琼斯工业指数会出现平行于前面下跌的一个走势。同时呢，这里道琼斯工业指数也符合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啊这个概念。在周线级别上，道指呢出现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切换方向、切换时间级别，我们看到了它的日线级别反弹，反弹结束之后还要重新回到它的下跌过程当中来。但美股的下跌，我们看到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对于比特币来说出现了接力式的上涨，那么也就是说下跌的美股助长了比特币的上涨。在比特币的行情当中，我们回到比特币对在币安的永续。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于比特币来说，周线级别早在6月份就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后面的震荡呢是悟空阳线遇到了干扰性的 K 线，干扰性 K 线也叫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叫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趋势的判断。但在10月的行情当中，比特币月中走出了一个8阶阳线，然后本周呢走出了沙僧阳线。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认为到达37000点附近的比特币在未来有可能会继续在高位进行震荡，然后重新酝酿出多头的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本轮上涨从6月份起涨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啊。那么在前面行情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比特币月在1月的行情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6月份的这一轮，从6月开始的这轮是第二轮，本年度第二轮的上涨。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8阶阳线、沙僧阳线走得非常独立坚决啊，也刚好符合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人物走势的几个逻辑。那就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当中，我们反复提及的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啊，注意看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交易对。那这个交易对呢，我们看到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过程啊，回到它的现货啊，现货我画的比较全。那么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它最开始是缓跌的，然后在最近2个月开始加速下跌，形成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这里面有标志性的悟空阴线。这个标志性的悟空阴线呢，直接跌穿了周线级别绿色线表示的169日均线169周均线，形成周线级别下跌西游。那同时呢，根据我们同样的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出现的反弹往往是日线级别上涨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式的反弹。然后呢，我们切到日线级别，就可以看到它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形成了一个果断的 W 型底，这里面是2次见底。底部是在0.05附近这个位置，底部出现之后，我们同时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反弹结束之后一个诱多，然后砸了下来，同时呢这个下杀是一个诱空，形成 W 底之后，在今天我们在日线级别看到了一个什么呢？对于以太坊压制已久的日线级别反弹悟空阳线。那有了这个悟空阳线，同时我们看到目前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结构是在什么位置呢？是在收敛三角形末端的这个位置。那这个区域上它的变化就很多。首先呢，我们看到下跌过程，周线级别下跌之后上涨，那么末端的这个位置相当于一个黑洞，将会对价格起到一定的吸力作用。所以呢，有理由相信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很快会迎来日线级别的快速上行。那如果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快速上行，那即使比特币走势偏震荡一些，涨得慢一些，甚至出现一点点的回调，我们也将会看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出现快速上涨。那么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上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轮行情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被黑洞被焦点吸收上来之后，形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突破了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箱体结构。上边线突破之后，最近几个交易日突然急速加速。那么今天这根 K 线呢，我认为是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初始阶段，也叫悟空阳线。再往上走，我们将会面临以太坊的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如果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结束之后，它最终构成的形态是周线级别上涨，我们将会面临看到$2500附近的以太坊。为什么这个位置呢？因为前面行情当中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这个筹码密集区刚好在$2500，那到达$2500是有机会出现回踩的，因为筹码密集区很难进行一次突破。那回踩的位置
我们看到2200到2000这样的一个区间，为什么这儿呢？因为我们看到周线级别这个位置上存在144日均线的支撑。那目前我们将迎来的是以太坊的大涨，以太坊的周线上涨，以太坊行情的表现，以太坊对标比特币急速下跌之后快速反弹带给我们的一个福利式的上涨过程。那么今天的多空数据我们实时更新的多空数据，大部分币种都处在一个多头的区间，空头的币种呢非常稀少，几乎是在行情当中的稀有动物。所以呢，目前山寨币表现非常突出，特别是我们会员频道布局的一些币种比如说 TRB， 我们已经见证了 TRB 大概我们获利有12倍的涨幅。还有我们很早之前就布局的 FTT， 这是一个浪子回头币种。然后我们前天布局的前天布局的 Ledger 那这个币种呢是同步了 ORDI， 那 ORDI 是一个2100万的币种Ledger 也是一个2100万的币种同时它们两个有非常多的相似性。那么我们看到次新币种 ORDI 出现急速快速上涨，形成日线级别上涨机构，最终呢看到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之后那与之类似的 Ledger 成为我们前天布局的一个关键性币种。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巨幅的上涨过程当中的阳线所以呢对于山寨币的选择性问题非常关键这里我们最好的方法是同板块的类比的币种，同时呢具有一定的成交量，突破了我们可以看到的144日均线、169日均线，有突破性的币种，成交量集中的币种，受热点关注同板块的币种这些币种容易出现一个好的表现。然后就现在的行情来说，我认为之前我们会员频道在底部布局的 Cake 将会迎来一定的表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去中心化 DEX 交易所的平台币是今年的热点之一。那么我们看到了 Sushi 的上涨之后非常明显的看到 Cake 它的一个空间性是远远超过 Sushi 的。同时呢，我认为 Binance 平台未来重点要布局的一个币种，特别是去中心化交易所这个概念的币种，那一定是 Cake。我们可以看到Sushi它已经站上了筹码密区，而刚才我们看到的 Cake 却是在水面之下，所以呢，论空间性，我认为 Cake 是有非常大的空间。为什么这个位置没有更好的表现呢？我认为是板块轮动因为这些日子的行情热点轮动比较快一些爆发式的币种，比如说奥迪 ORDI 引起了大家伙的和资金的广泛关注，因此呢，资金出现了一些跷跷板效应。在这些跷跷板效应轮动影响下，我们看到我们关注的 Cake 虽然有巨大空间，但是它出现了一定的回撤。但是在短时间内，我认为资金很快会由暴力上涨的币种向这些有回调的、有巨大空间的，同时也是本年度热点的币种上移动所以呢，对于 Cake 来说，我们看到一个日线级别上涨期完成之后的一个4小时级别调节完成之后，我认为上方它会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然后围绕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做反复的震荡，震荡完成之后会重新开始它的一轮新的行情。所以呢，对于这些强势调整要有一些耐心等待未来呢，我认为最终对于 Cake 来说一定会有一个新的高度，甚至是牛市过程当中，我们认为对于 Cake 来说至少还有50倍以上的上涨空间。然后我们最近的合约量化策略已经遥遥领先于市场平均水平，我们从8月份开始跑的大多数仓位都有25%以上的盈利率，那么目前来看年化已经超过125%以上。同时呢，最近我们开发出来阿尔法对冲，阿尔法对冲呢能够在急速上涨过程当中获利，能够在急速下跌当中获利，能够在巨幅震荡，像昨天晚间这种巨幅震荡当中获利。但是呢，唯它的不足，对于一种策略来说，它会有一个短板，就是在横盘震荡当中会有一定的回撤。但我们 AI 1号智能机器人可以在震荡当中获利，可以在上涨当中获利，可以在下跌反弹当中获利对于1号机器人来说单边下跌我们将遇到一定的回撤，这和AI 1号机器人和阿尔法对冲机器人就形成了完美的互补所以呢，我们有些客户目前对这两种策略进行了等比例的，或者是比例偏向于 AI 1号机器人多一些的布局这样呢能够大大降低回撤的比例，同时呢能够放大自己的收益。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